2026年8月19日，北京八宝山朱镕基的遗体在这里火化。就在前一天，8月18日，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两场仪式隔了不到24小时，一个是把中国经济从悬崖边拉回来的铁腕总理，一个是那个时代的最高决策者，他们几乎在同一个星期被正式送进了历史。站在那个会场里的人当中，有一位的身份特别微妙，他叫李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他要在纪念大会上肃立，纪念的却是一个总理权力远远大于今天的年代。朱镕基当年可以在记者会上撂下狠话，可以拍板分税制，可以硬砍国企，可以在镜头前跟记者针锋相对，而李强上任的第2年就亲手把延续30多年的总理记者会取消了。这不是一个关于谁更能干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位置本身正在缩水的故事。而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同一个时间点，2027年秋天，中共21大。先把一件事讲清楚，所谓换手，在中共的权力结构里从来不是一个动作，而是3个位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3个位置可以一起交，可以分开交，可以交出去2个留下1个，也可以1个都不交，只换下面一层。历史上邓小平就是只留军委主席。所以当外界讨论2027年会不会换手的时候，真正该问的问题是换的是哪一层。而在所有可能被换的位置里，最受关注也最现实的一个是总理。外界公认的3个名字是李强、丁薛祥、陈吉宁。如果2027年这把椅子要交出去，这3个人被认为是最接近的3个。但如果你把每一个人的档案摊开来，一寸一寸的看，你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3个每一个都卡住了，而且卡的地方完全不一样。李强卡在时间里，丁薛祥卡在身份里，陈吉宁卡在名声里。3个人3种死结，却通向同一堵墙。在拆这3份档案之前，我们得先做一件事，把时间轴拉出来。因为只有把最近这2年发生的事情按顺序排好，后面的每一个细节才有意义。2025年10月，中共20届4中全会召开。会议前3天，也就是10月17日，中国国防部一口气公布何卫东、苗华、何鸿钧、王秀斌、林向阳、秦树同、袁华志、王厚斌、王春宁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罪名是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何卫东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政治局委员，是2022年20大上被破格提拔上来的人。他从2025年3月两会结束后就从公众视野里消失，整整7个月没有踪影。10月23日，4中全会确认了对他的开除党籍处分，同时把张生民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然后是2026年1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兼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官方宣布落马。解放军报事后的表述是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注意这个措辞，他说的不是贪腐，他说的是政治。张又侠是1950年生的红2代，是19大就进政治局的老将，是被公认在军中根基最深的人。他倒下之后，原本7人的中央军委实际上只剩下军委主席和张生民2个人。有接近体制内的说法是，军委已经瘫痪，上面下达的文件，下面没有人敢签字。接着是2026年4月3日，政治局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7月14日，新华社公布审查结果，马兴瑞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这是20届政治局第3位在任落马的委员。24人的政治局扣掉已被正式开除的何卫东与马兴瑞，加上调查期间只保留名义身份的张又侠，实际运作的成员只剩21人，是1999年以来最少的一届。再看下面一层，到2026年2月为止，20届中央委员会376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已经有55人被撤职，比例是 14.6%。133名中纪委委员当中有9人被免，比例是 6.8%。2026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开会，决定20届5中全会在10月召开，主题罕见地定为从严治党。8月1日到8月15日，北戴河会议举行。
据接近高层的消息，今年北戴河闭门密议主要围绕2件事：一是启动21大政治报告的筹备和高层人事布局；二是集中资源提升科技能力，人工智能、芯片和关键核心技术是重点。有消息说，21大政治报告起草组的核心人员已经在北戴河期间确定，相关人员会在秋季分赴不同地区和部门展开专题调研，起草工作预计11月开始，比以往略有提前。台湾的国安官员根据情报研判，今年北戴河聚焦2大核心，一是政事，二是人事。政事方面，对美国和对台湾的策略是2条主线；人事方面，要针对所谓思想不纯、组织不纯、行为不纯的3种人进行整顿。好了，背景铺完了，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看。先看李强。李强卡在哪里？第一个答案，也是最无情的一个答案，是日历。李强，汉族，1959年7月生，浙江瑞安人。这一行字里藏着他全部的问题。中共的高层退休有一条没有写进党章，但几十年来几乎没有破过的潜规则，叫7上8下。开党代会的那一年，67岁可以留任，68岁就要退。2027年秋天开21大的时候，李强68岁，他不是模糊地擦到这条线，他是精准地踩在线上，而且不只是7上8下这条老规矩。2026年3月，有研究者在一份分析21大人士的报告里指出，年龄限制是中共党政体制内决定晋升或退休最明确的机制之一。历史记录证明了这个规则的连贯性。2012年18大、2017年19大，退休年龄门槛在300多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无一例外地被执行，分别没有1945年和1950年以前出生的领导人留任。2022年20大基本维持了这个规则，只有3名1955年以前出生的成员留任，在376人的领导集体里占比不到 1%。 而到21大的时候，年龄线很可能设在1960年，也就是说1960年以前出生的领导人原则上要退。李强生于1959年7月，差了半年。那份研究还算了另一组数字，到2027年21大召开时，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的平均年龄将分别达到 70.3 岁、68.6 岁和 68.3 岁。3个核心领导机构的平均年龄都已经达到或超过退休红线。这意味着，如果规则照旧，大多数现任成员都会因为制度要求而卸任，整个换届的幅度可能超过2/3，将成为后邓小平时代最重要的一次人事重组。所以李强面对的第一堵墙是这样的：如果规则被遵守，他必须走；而如果规则被打破，那么被打破规则保住的那个人也不一定是他。第二个卡点比年龄更难处理，因为它不是时间问题，是位置问题。总理这个位置在李强手里已经被掏空了。我们回到2023年3月11日，14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李强以2936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当选国务院总理。这是一个近乎全票的数字，但在这个漂亮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履历。李强是除了首任总理周恩来之外，唯一一位没有副总理资历就直接当上总理的人。他也是第一位没有中央或国家机关工作经验，直接从地方首长晋升的总理。换句话说，他在中央没有自己的系统，而他能走到这一步的原因也很清楚。李强在浙江当过省委秘书长，那是最贴身的位置。他后来做过浙江省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这条线串起来就是一个字：熟。但这里有一个所有人都记得，却很少有人在档案里写进去的细节。2022年春天，上海封城，那2个多月是这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最难堪的一段时间。物资、就医、次生灾害，各种画面在全世界流传。而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就是李强。然后呢，5个多月后，2022年10月，他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排名第2。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在这套体系里，地方治理的实际和最高层的信任根本不是同一套记分板。一个在最大城市留下巨大争议的人，可以被拔到仅次于最高层的位置。而反过来看，这也意味着他的政治资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不需要他做对什么，但也意味着一旦来源改变主意，他手上什么都没有。李强身上其实还有一张牌，只是这张牌越来越难打。他曾经被视为体制内少数对民营企业比较友善的官员，在浙江和江苏的时候，
他跟企业界的关系一直不错。上任总理前后，外界普遍认为是他出面说服了那位长期滞留海外的电商巨头创办人回国，这件事一度被解读为政策风向的转变。2026年7月，他还主持召开了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但问题在于，安抚企业家这件事需要的不是姿态，是政策空间，而政策空间恰恰是他最缺的东西。当一个总理连自己的记者会都保不住，企业家凭什么相信他能保住别的东西？上任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把国务院重新定义为贯彻最高指示的政治机关。2024年3月的两会上，延续30多年传统的总理记者会被取消。同一次人大会议通过了40多年来首次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增加了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次修法在制度上矮化了国务院和总理的职能。除此之外，外交专机的待遇被降低，多个重要职务被收走，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到李克强，再到李强，中共总理的权力轨迹是一条清晰的下滑曲线。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以铁腕形象主掌经济大权，那个时候的总理是能拍板的人，温家宝还能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李克强虽然在强人政治下空间有限，还试图推行去杠杆和简政放权。2020年他公开说，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那句话至今被人记得，但他最终也没有改变被边缘化的命运。而到了李强，外界的评价变成了一句很残忍的话，连弱势总理都谈不上。2026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发文直接点名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在常委中名义上排名第5，实际权力却已经跃居第2，而不是总理李强。理由讲得非常具体，蔡奇掌管中央办公厅，负责调遣中央警卫局，担任中央书记处排名第1的书记，负责落实决策和管理党的日常运作，还涉及网络事务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他掌控着最高层的日程安排，掌控着谁能接触到最高层，掌控着信息流，甚至负责监督医疗照护和人身安全。当一个总理的实际排序被外媒公开质疑，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第3个卡点是责任。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强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4.5% 到 5%，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目标 2% 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左右，粮食产量目标约 1.4 万亿斤。同时提到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人民币。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是一份非常小心的报告。因为2026年是“15+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内需攻坚之年。通缩、房地产危机、消费低迷，这3件事同时压在桌上。2025年全年经济增速是 5%， 但增速逐季回落，第4季度降到 4.5% 左右。国际机构对2026年的预测是，消费增长可能放缓到 4.2% 左右，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通缩要到2027年初才可能转正。居民因为就业市场情绪低迷和房产的负财富效应，倾向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在这种局面下，总理是天然的责任缓冲层。经济好，功劳在中央的正确领导；经济不好，总理是那个要出来解释的人。有分析认为，如果经济局势继续承压，李强在理论上可能成为某种责任的承接者，而从政治信任的角度看，他又是高几率留在核心圈的人，因为他低威胁、高配合、可承压。你听出这句话里的残酷了吗？低威胁、高配合、可承压，这不是对一个接班人的评价，这是对一个缓冲垫的评价。所以李强的处境是这样的，他还在，但他能去的地方不多。理论上还有一条路，就是平移到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1957年生，2027年70岁，按规矩必退，那个位置会空出来。2025年确实有爆料说李强会取代赵乐际，但所有人都明白，人大委员长是什么位置？那是一个排名很高、实权很小的位置。从总理平移到人大委员长，在中共的政治语言里，那叫体面退场。现在看第2个人，丁薛祥。如果只看一张表，丁薛祥是这3个人里条件最好的。1962年9月生，江苏南通人，20届政治局常委里唯一的60后，国务院排名第1的副总理，也就是常务副总理。2027年秋天21大的时候，他65岁。按7上8下的规矩，他不但不用退，
而且是常委里唯一在年龄上完全安全的人，所以外界的推理很直接，李强因为年龄出局，丁薛祥顺理成章接总理。这个推理已经流传了好几年，甚至有评论者更进一步说，最高层真正的算盘是21大召开时，现有的常委除了丁薛祥之外，全部因年龄原因出局，只留下2个人连任。但是这个推理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丁薛祥从来没有主政过一个省。我们把他的履历完整的摊开来看，1978年到1982年，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工程系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1982年进上海材料研究所，从科研人员做起，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宣传部主任、酒室主任、副所长、党委副书记、所长。他还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读了在职研究生，拿到理学硕士，是高级工程师。1999年，37岁的他离开科研一线，出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正式进入仕途。2001年任闸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区长。2004年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人事局局长、市编办主任、市委党校副校长。2006年11月，接替因陈良宇案落马的孙路一，出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掌管市委直属机关机要。2007年5月，45岁的他任上海市委常委秘书长，成为2任市委书记的大管家。2012年转任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同年11月当选18届中央候补委员。2013年5月调中央工作，出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总书记办公室主任，成为最高层的幕僚长。2015年前后明确为中办分管常务工作的副主任。2017年10月，55岁的他在19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接替升任常委的栗战书，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2022年10月，60岁的他在20届一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第6。2023年3月，任排名第1的国务院副总理。看出问题了吗？从1999年到今天，27年的仕途，他当过区长，管过上海的一个区，然后他一路做的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组织部副部长、政法委书记、中办主任，全部都是幕僚系统、机要系统、人事系统。他没有当过省长，没有当过省委书记，没有一个省的财政、就业、维稳、招商、环保、社保是他一个人扛过的。这在中共的晋升逻辑里是一个非常硬的坎儿。看历任总理，朱镕基做过上海市长和市委书记，温家宝虽然是中办出身，但当了10年副总理才接手。李克强主政过河南和辽宁，李强主政过浙江、江苏、上海，这是一条非常清楚的规律，总理必须有主政一方的实际。丁薛祥没有这一段，他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幕僚长，但幕僚长和治理者在中共的评价体系里是2种不同的物种，一个管文件、管日程、管机要、管人事档案的人，和一个要在洪水来的时候调动全省资源，要在企业倒闭的时候面对几万名工人的人，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肌肉。第2个卡点是传言带来的伤害。2024年12月中旬，有旅居澳洲的爆料人说，丁薛祥从12月20日起暂停一切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接替他的日常工作。爆料还说得很具体，称在国务院文件处理单上，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这几个部委的上报文审阅栏已经没有请丁副总理审阅的字样，发改委的文件给了何立峰，教育和科技给了刘国中。官方没有正式回应，但12月23日的国务院宪法宣誓仪式上，央视专门给了丁薛祥2次镜头，这个处理方式本身就显得很不寻常。2025年1月，丁薛祥去了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致辞，还在现场回答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提问。之后出访荷兰，看起来谣言不攻自破。但紧接着2025年2月10日，人工智能巴黎峰会，外媒此前报道，预计出席的是丁薛祥，结果去的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而按照国务院的分工，丁薛祥分管的正是发展改革、教育、科技、财政、税务、生态环境、统计和知识产权。人工智能峰会这种场合，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他。时评人指出，这个换人有点蹊跷。同月，哈尔滨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高层中出席的有蔡奇、王毅、何立峰、王晓红、陈怡琴等人，没有丁薛祥。而按惯例，常委中监管体育口的一般被认为是他。一次可能是巧合，
但这一连串的异常，加上2026年7月独立评论人的说法，称丁薛祥不仅接不了总理，甚至连全国人大委员长这条退路都岌岌可危，说明了一件事：在最高层的视角里，丁薛祥的位置是可以被调整的。第三个卡点是他的派系底色。有一种在海外流传很广的说法，认为丁薛祥最初并不是最高层的人，而是江泽民和贾庆林安插在上海方面的联络人。他在上海市委秘书长任上，同时服务过2任书记，也曾经辅佐过韩正。他的政治资本恰恰来自于他能够在不同的山头之间周旋而不出事。这种说法无法被证实，但它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判断：丁薛祥的过人之处是平衡能力。而在一个越来越强调熟人政治、越来越强调纯粹忠诚的环境里，平衡能力是本事，也是嫌疑。还有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有评论者提出过一个很不吉利的类比，说丁薛祥可能成为华国锋，也就是说，他会在权力交接发生之后承袭既定路线，延续政治遗产。但华国锋是什么下场？华国锋一度大权在握，喊出2个凡是，但很快就被真理标准大讨论给边缘化了，最后政治上什么都没剩下。一个被公开拿来和华国锋比较的人，处境本身就很尴尬，因为这个比喻的潜台词是他不是接班人，他只是一个过渡。第4个卡点是他分管的摊子太硬，发改、教育、科技、财政、税务、生态环境、统计、知识产权，再加上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2026年，他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访问土库曼斯坦，并作为特别代表出席复兴气田4期项目开工仪式，会见俄罗斯第1副总理，出席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会议，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的获奖外国专家。这些都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科技自立自强、卡脖子、基础研究、算力网、港澳稳定，每一项都没有速效药。而北戴河会议把科技能力提升列为2大议题之一，人工智能、芯片、关键核心技术被单独拎出来。有政治观察人士的评论很直白，说科技这一块讲白了就是中美竞争要继续下去，接下来5年手里还有什么东西能撑住？如果2027年这些领域交不出成绩单，第一个要背责任的是谁？不是总理，是分管的常务副总理。最后看第3个人，陈吉宁。陈吉宁的档案如果单看纸面，可能是3个人里最漂亮的。1964年2月生，吉林梨树人，出生在辽宁营口。1981年9月，17岁考入清华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后来拿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的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环境系统分析方面的研究，专攻的是复杂环境问题的综合性评估以及其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回国后在清华任教，2012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2015年任环境保护部部长，那正是中国雾霾问题最尖锐的几年。2017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随后出任北京市市长，在首都待了5年多。2022年10月，20大之后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同时当选政治局委员。学者出身，有海外博士学位，管过中国最好的大学，管过一个部，管过首都，现在管着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历史上出过现任最高领导人，出过江泽民，也出过现任总理李强。再看他的成绩单，2026年1季度，上海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超过 1.35 万亿元，上半年增长 5.6%， 总量接近 2.79 万亿元。3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 14.5%， 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产值增长 19.5%， 人工智能制造业产值增长 21.8%，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增长 7.7%， 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增长 33.9%。 在全国经济承压、通缩阴影未散的背景下，这是一份非常硬的成绩单。那么陈吉宁卡在哪里？他卡在一句话上，而说这句话的人甚至不是中国人。2024年11月29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结束访华行程，在上海接受新加坡媒体联访。他在总结这次访问的心得时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国家，难以一概而论。通过这种方式来访，他能够实地感受情况，并且与之前认识的人重新建立联系。他也希望与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新的联系。
新加坡媒体后来发布的访华回顾影片里，说到这句话的时候，画面带到了陈吉宁和李显龙含笑握手的镜头。海外炸锅了，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被一位外国政要当面点名为下一代领导人，这是天大的褒奖。但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这顶帽子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催命符。看看历史，孙政才曾经被视为第6代接班梯队的2张门票之一。2017年落马，胡春华另一张门票。2022年20大时，年仅59岁，被清除出政治局。陈敏儿被外界反复点名的接班热门，至今还在地方。凡是被外界扣上接班人这顶帽子的，不是轰然落马，就是原地冻结。这件事的敏感程度有多高？高到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平台上，这个话题完全没有讨论，一片安静。海外吵翻天，墙内鸦雀无声，这种反差本身就是一种答案。第二个卡点是他的靠山倒了。陈吉宁是清华系的重要成员，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人叫陈希。陈希是谁？陈希1975年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最高层的同窗。据传两人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18大之后，陈希被提拔为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也就是人事的实际操盘手。19大上，陈希任中组部部长并进入政治局，随后兼任按旧例应由另一位常委兼任的中央党校校长，长期扮演人事总管的角色。他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将近10年，几乎参与了过去10几年所有重要的干部安排。然后2026年6月5日，政治局常委蔡奇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露面。而在5月15日的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陈希还在以校长身份出席并讲话。也就是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72岁的陈希卸任了中央党校校长和国家行政学院院长，2个职务都由蔡奇兼任。海外的政论圈立刻沸腾，有说法称陈希被彻底边缘化，实际待遇甚至被降到副厅级，相当于一下子回到20多年前的职级状态。7月，有消息说中纪委已经正式对陈希展开调查，目标指向张幼霞案。到8月15日，有评论人在社交平台上说，最终的处理还是给他保留了一些体面，降为副部级待遇，不再配备勤务秘书。无论最终的版本是哪一个，事实很清楚，那个把陈吉宁一路带上来的人已经出局了。不只是陈希。2026年6月6日，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在任上落马，而魏晓东的仕途曾获时任中组部长陈希大力提拔，同时也是蔡奇主政北京时期的旧部。3月20日，重庆的胡恒华落马。6月26日的人大常委会上，包括费高云、郭永航、李云泽、胡恒华在内的14名官员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组部这个掌管全国干部档案和晋升通道的机构，近年被反复清洗。而陈吉宁在北京市长任上和谁搭档？正是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他在北京待了5年多，所以现在的局面很微妙。把他提上来的人倒了，而接手那个人职务的恰恰是他当年的搭档。第3个卡点是路径本身。陈吉宁现在是政治局委员，要当总理。正常的路径是先进政治局常委会，再由常委出任总理。他从来没有进过常委，从政治局委员直接跳到总理，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罕见的跳级。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在国务院系统做过副总理，没有在中央层级处理过财政、金融、外贸这些真正的重活。有意思的是，唯一走过类似路径的人就是李强。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直接当总理，本身就被视为艺术，而现在这个艺术的路径成了陈吉宁唯一可以援引的先例。第4个卡点是年龄的另一面。1964年2月生，2027年秋天63岁，这个年龄进常委刚刚好。但如果按照一届一换的逻辑往后推，到2032年他就68岁，也只能做1届。他不是那种可以做2届10年，真正实现代际交替的年轻人。而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应该是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沈明世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共领导人的接班人理论上应该是在最高领导人要卸任的前1届就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但到现在还没有。如果要指定一个接班人，可能必须是55岁以下的人先进入常委。但以现在的政治态势，以现任上海、重庆或者北京市委书记的年龄，恐怕都不适合成为未来的接班人。55岁以下意味着1972年以后出生的人，这些人现在还在副部级的位置上，
离最高层还隔着2到3个台阶，所以陈吉宁的位置很微妙。他太年轻，不像是要接李强班的那一代，他又太老，不像是能接更上面那个班的那一代，他卡在2代人的中间。有人会问，除了这3个人，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当然有，在地方任职的政治局委员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陈敏尔都是名单上的人。2026年8月1日到10日，北戴河会议期间，这5名在地方任职的政治局委员只有3天集体隐身，其他日子都有公开活动。8月9日那一天，尹力在北京怀柔出席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并致辞，下午还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陈吉宁、袁家军、黄坤明也都有公开露面，这种节奏被外界仔细解读。再往下，还有一批部级和省级的名字被反复提到，但问题在于，这些名字里的大多数要么年龄和陈吉宁差不多，要么资历不够，要么所在的系统本身正在被清洗，而地方大员的洗牌速度也快得惊人。2025年4中全会前后，因为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和主席出事，需要补位，引动连锁人事安排。广东省长王伟忠升任内蒙古书记，江苏省长许昆林升任辽宁省委书记，牵动了内蒙、广东、深圳、江苏、辽宁一连串的变动。这说明一件事，整个干部梯队现在不是在正常的新陈代谢，而是在不停的补洞。讲到这里，必须把另外一条线接进来，因为2027年这个年份在中共的日程表上从来就不只是一场党代会。2027年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而在军方的内部语言里，这一年还对应着一个被反复提到的能力节点。也就是说，对外部观察者而言，2027年同时是政治换届年、建军100年以及军事准备的一个关键刻度。正因为如此，军中这几年的动荡才显得格外刺眼。何卫东、张又侠、苗华、李尚福、刘振立5个军委层级的人物先后出事，加上武警部队司令员、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联勤保障部队政委等一批将领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2026年3月两会前夕，又有3名军工国企高层的人大代表资格被拔除，其中包括航空工业集团的原董事长。这些人全都是军事现代化蓝图里的指标性人物。有一种分析认为，整肃像张又侠这样的实战派将领并不是军力被削弱的信号，反而更危险，因为被拔掉的是那些真正知道战争代价的人，是体系里本来扮演刹车的角色。当刹车被拆掉，剩下的是一台更服从但也更容易误判的机器。台湾方面的反应很谨慎。2026年1月张又侠落马后，外交部长在立法院回应媒体时说，正严密监控中共党政军高层的异常变动，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的下台就降低警觉或放松应有的战备程度。把这条线和前面那条线并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很不舒服的组合，一边是接班人真空，一边是军中权威重建。历史上这2件事同时出现的时候，往往不是最平静的时候。现在把3个人的卡点并排放在一起看，李强卡在1959这个出生年份，卡在一条没写进党章却几乎没破过的规矩上，卡在一个已经被系统性掏空的职位上。丁薛祥卡在他一辈子的幕僚身份上，卡在从来没有主政一方的空白上，卡在一连串无法证实但也无法消散的传言上。陈吉宁卡在一句外国人的褒奖上，卡在提拔者的倒台上，卡在2代人之间的夹缝里。看起来3个人的问题完全不同，但如果你退后一步，你会发现他们撞的其实是同一堵墙。这堵墙的名字是，这个体制现在已经没有接班人这个位置了。我们把证据排出来，先看制度层面。2018年修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被取消。2022年20大公布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产生程序里取消了征求老同志意见这一条，而这一条是中共几十年来的老规矩。威权之大如邓小平在处理最高层人事的时候，也要请出一批党内元老参加，明确老人和政治局常委有同样的表决权。这虽然不完全合党规，但符合扩大合法性的逻辑。取消这一条，等于把最后一道外部制衡也拆掉了。再看历史对照，中共过去解决接班问题靠的是隔代指定。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不只安排了江泽民，还提前为江之后的胡锦涛留了位置。江泽民接班的时候，胡锦涛已经在常委会里待了很多年，位置明确，
时间充裕。胡锦涛交班的时候，继任者也已经在常委会里做了整整5年的储君。这套机制不见得多高明，但它至少让交接这件事有一个可预期的路径。而现在这条路径断了。20大之后这4年，常委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放在那个观察位上。再看一个更具体的信号，2026年6月，一个看起来很技术性的人事调整，被日本经济新闻读出了完全不同的意思。最高层在6月中满73岁，而在6月初，70岁的政治局常委蔡奇被任命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因为中央党校校长历来被视为接班梯队的观察位，现任最高层自己在2007年底接任党校校长的时候54岁，胡锦涛在1993年初接任同一个职务的时候50岁，而现在这个位置给了一个70岁的人。日经的解读非常直接，这可能意味着没有打算让中共高层实现世代交替，也就是说，在2027年秋天的21大之前，不仅没有培养接班人的打算，没有计划交棒，甚至可能要争取史无前例的第4个总书记任期。另一个信号是节制。有分析指出，在填补空缺的军委与政治局席位时，最高层显得相当克制，可能有意把主要的晋升推迟到21大前后，以便有更长的时间观察候选人，测试忠诚。重组关系网，这种延后提拔的倾向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而蔡奇本人的处境也印证了这堵墙有多危险。2026年5月，经济学人的文章把蔡奇捧为实际上的第2号人物，甚至写道，如果最高层意外去世，没有接班人，蔡奇最可能顶上。这篇文章在海外引发热议，然后很快就有分析出来说，这是捧杀。因为在中共的历史里，被明确指定或者被外界只认为接班人的下场往往不佳。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华国锋，甚至接班梯队成员王洪文，邓小平时代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西时期落马的孙政才和被贬的胡春华。有评论者的分析很直接，2026年1月，张又侠被抓，一种可能的解读就是海外热议张又侠要取代最高层，导致了杀机。而现在，如果所有人都在热议另一个名字要接班，那个名字也就最危险。换句话说，在这个系统里，被看好就是被标记。这就是3个人共同的困境：李强、丁薛祥、陈吉宁。任何一个人如果表现出接班的姿态，或者被外界广泛认定为接班人，他就立刻进入高风险区。而如果他们都不表现，那么2027年秋天那把椅子就没有人准备好去坐。再看损耗的速度，20大之后这几年被拿下的高官名单涨得惊人，军方、何卫东、张又侠、苗华、李尚福、刘振立，加上一大批上将、政界马兴瑞、秦刚、孙少成、王祥喜、胡恒华、郭永航、费高云、魏晓东，人事系统陈希被边缘化，中组部被反复清洗，3名在任政治局委员落马，这在中共历史上极为罕见。要知道，文革结束后的30多年里，落马的政治局委员只有陈希同和陈良宇2人。17届政治局里，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4人出事，但只有薄熙来是在任上被拿下的。而现在1届之内3个。有一位观察者的分析很扎心，他说，这些人不是被别人塞进来的，是被亲自挑选、亲自提拔上来的。苗华、何卫东、马兴瑞、秦刚，甚至被认为是铁杆的张又侠，全部出自同一套10人机制。当这套机制在同一届之内连续失守这么多次，问题就不再是某个人不忠诚了，而是整个选人系统本身失去了信度。一个选不出人的系统，怎么可能选出接班人？而官方自己的定调其实也承认了这一点。2026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最高层的说法是，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的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请注意这句话的时间点，这是掌权13年之后说的话。如果13年的整肃之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那么要么是方法不对，要么是问题根本不在腐败上。而反腐一旦变成常态，它就不再只是清理工具，它会变成升迁逻辑本身。每一个想往上走的人都必须明白一件事，你的档案永远是活的。今天没事，不代表明天没事。你提拔过的人出事，你要负责；你的秘书出事，你要负责；
你当年在某个地方留下的旧部出事，你也要负责。马兴瑞的通报里就写得很明白，对身边工作人员失管失察，长期贴身秘书和曾任其大管家的官员都因严重违法犯罪落马。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理性的高官会怎么做？答案很简单，不要冒尖，不要结网，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接班人。而这恰恰又回到了同一个死循环，体制需要有人站出来，但体制同时惩罚所有站出来的人。还有一种更复杂的可能性，值得单独提一句，就是部分交接。有海外爆料称，如果最终决定在2027年交出一部分权力，最可能的模式是交出党务或者政务的日常职务，但保留军委主席。这在中共历史上有先例，邓小平在1987年就是这么做的。如果走这条路，那么总书记或者总理的人选就不是继承人，而是执行人。而执行人和继承人的差别在哪里？执行人随时可以换，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2027年如果真的要换手，这三个人各自卡在哪里？答案可能是，他们卡在的不是自己的履历，而是这个系统已经不允许有人走完最后那一步。那接下来要看什么？我给你4个时间点。第一个，2026年10月，20届五中全会，主题是从严治党，要盯2件事，一是张又侠和刘振立会怎么处理，二是中央军委的委员会不会增补。从2026年2月到6月，中共已经开了4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每次都有罢免人大代表，但截至那时，张又侠和刘振立仍然没有被罢免，名字还留在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237人名单里。这个悬而未决本身就是信号。另外要看国防部长董军会不会被补为军委委员，他从2023年12月接任国防部长至今，一直没有按惯例升任国务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在中共的体制里是很反常的。第二个，2027年3月的两会，那将是李强任内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除非发生变化。看那份报告的措辞，看记者会恢复与否，看李强在主席台上的位置，看他的名字在新闻通稿里排在第几。第三个，2027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这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日子。而在此之前，军委必须有人，一支只剩2名军委成员的军队，不可能以那个状态走到建军100年。所以在2027年8月之前，军委的补位一定会发生。谁进去，怎么进去，排名如何，这将是判断整个权力格局最直接的窗口。第四个，2027年秋天，21大，所有的答案都在那里。在此之前，21大的政治报告起草工作已经在2026年11月前后启动。谁进起草组，谁去调研，谁在报告里被写进哪一段，这些细节往往比任何爆料都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政治报告是一份要管5年的文件，能参与写这份文件的人，就是那个能定义未来5年语言的人。最后我想说一件事，我们花了这么长时间，一寸一寸地拆这3个人的档案，好像在做一道推理题，但真正让人不安的，不是我们算不出答案，而是这个系统本身也算不出答案。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政治体，必须能够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最高的那个人明天不在了，谁来？从2022年20大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悬了4年。沈明世说得很清楚，如果健康状况出了问题，或者临时因为意外，这个政权的风险确实很高。李强卡在时间里，丁薛祥卡在身份里，陈吉宁卡在名声里，而这个系统卡在他自己造出来的那个真空里。而且要提醒一句，2027年这扇门一旦关上，下一扇门要等到2032年，5年对一个已经73岁的人来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一个68岁、65岁、63岁的候选人来说同样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2027年这场会对台上台下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次普通的换届，它更像是一次结算。还有一件事值得放在心上，我们今天谈的所有名字、所有传言、所有爆料，绝大部分来自海外的消息源，墙内是安静的。而在一个把最重要的政治决定完全放进黑箱的体系里，外界能做的永远只是在有限的缝隙里拼图。所以请把上面所有的分析当成一种推演，而不是一份预言。真正的答案只会在会议公报发布的那一刻，一次性的摆在所有人面前。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一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刻，往往不是他遭遇外敌的时候，而是他内部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由谁来走的时候。历史上所有的权力真空，
最后都不是被规划填满的，而是被事件填满的。当一个组织不能公开讨论继承，它就只能等待意外，而意外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